植物叶子真是造物主伟大的发明，居然能用有机体捕获太阳发射的光。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叶子里面究竟有什么？叶子是怎么进行光合作用的？今天就带你走进叶子的奥秘，让你用蚁人视角看看叶子内部的细胞结构。我们现在正靠近一棵红杉树的叶子，请跟紧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化身为极小的蚁人，进入叶子内部。我们先穿过叶子无数气孔中的一个气孔，偷偷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毫米级的尺度。此时我们看到许多单个的栅栏细胞，这些细胞是光合作用发生的地方，它们是半透明的，可以让阳光进入。现在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栅栏细胞，此时我们将缩小到微米级的尺度。这些组织结构是栅栏细胞的细胞器，其中底部的亮色小球是高尔基体，黄色带斑点的管状结构是带有核糖体的内质网。大蓝色的膜围绕着细胞核，紫色的斑点则是小马达线粒体。微弱的黄色蜘蛛网状结构是细胞骨架，它为细胞提供支撑和结构。现在你即将进入一个叶绿体，里面到处是扁平的像煎饼一样的膜结构，叫做类囊体。这是光合作用中光依赖反应发生的地方，产生高中生物提到的 ATP， 也就是细胞的能量载体分子。此时的画面时间尺度已经改变，我们将以100万倍的速度展示分子的运动，并且在接近一个单独的类囊体时，你的蚁人身躯此时已缩小到分子级别，这个尺度已经是纳米为单位了。绿色和蓝色的像灌木一样的结构是光系统，它们是一群蛋白质，通过神奇的设计吸收太阳光的能量，帮助将其转化为存储在 ATP 分子中的化学能。光系统就像是一个能够吸收太阳能量的集群，类似于一个巨大的能源收集器。而黄绿色旋转的结构是一种叫做 ATP 核酶的酶，就像是一个微型的旋转发电机。这个微小的分子机器会促进质子沿着浓度梯度，从类囊体膜的一侧流向另一侧，并利用该过程释放出来的能量来组装 ATP。在类囊体膜中，光脉冲的闪烁代表着激发的电子从一个光系统传递到另一个光系统，就像一场精密的水桶传递游戏，通过传递能量来储存到 ATP 分子的键中。而那些小小的颤动则代表着 ATP 分子。生物体将能量储存在 ATP 分子的键中，然后利用这些能量来执行植物的所有生命过程。以上就是你的蚁人之旅，而这就是叶子内部的奇妙世界。它们利用太阳的光能，为我们创造出氧气和有机物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没有叶子，我们的地球会是什么样子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叶子是怎么演化出这么复杂而精密的结构和功能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